どうなったん？まあ。他还是对雷格下手了。マジで？王子様でもダメなの？やばいね。天呐，雷格！起きろ、老石者。邪魔をせぬよう、レグを押さえつけておけ。哦不，雷格，法普塔真的很坚决，他诞生的目的在于此啊。お前、レグに何をした？ファプタのすべてを、レグ、なぜ忘れた？それは、お前さえいなければ。まずい。哦，大家，贝克。啊，他很珍惜他的。我は守るためにいる。そいつは守らんでやい！違い。この者に手をかければ君はもう戻れなくなられる。レグという悪も失う。我、君の行く末を守る哦不，这对法普塔太残忍了。そのロボットさん、ずっとあなたのこと。黙れ。ファプタが愚かなのか。その笛もう一回吹けて。やべえて。ダメ、答えてくれない。ブルシカも消耗しきってる。やめればよかったのか。できるはずなかろう。もう終わる。母もお前らも、レグをたぶらかしたお前も、ファプタ自身も。リコ、下がってろい。やるか何もかも壊せば終われ。哦，贝拉夫来阻止了吗？次から次へと。なんだ！哦，南大奇，天呐，哦，太帅了，贝拉夫。哇，南大奇这个装备。啊，好帅啊！母の匂いが強い。お前、哦，什么记忆吗？他还有着记忆，贝拉夫。どうか
他根本都没有反抗。哇！贝拉夫一直在等待的这一刻。啊！哦，别这样！他那个烟能让他们看到记忆。私というものの最後に君がいてくれてよかった宿命の終わりに君の価値を君自身で決める時だ有你自己的决定。你让我想到了拉伊萨。天呐，贝拉夫！但是这就是他所希望的结局，他一直在等待这一刻。なんすファプタピロ。おい、おめえら外周に近づくな。もう村の幕は破られてる。外と混じったらおめえら消えちまうぞ。下に逃げろ。リコも連れてって休ませてくれ。村の仮装ならここよか持つ。あんたはレグを起こせ。哦，聞くよな。わかるよ。匂いに乗って記憶が体感ごと入ってきやがる。感情も憧れもまるで自分のことみてえに体を引っ張ってくるだろう。ま、あれで止まる姫様じゃねえだろうけどよ。但是接下来是他自己的意志去决定他的选择。神がかりを侮るな。ベラフが教えてくれた。この状況は奴に選ばされている。欲望の洋卵、別の願いを叶える卵。人の中で使えるのは子供だけ。そしてお姫様は欲望の洋卵3つを宿した願いの力の化身。状況はすでに整っている。最悪を想定しろ。この騒ぎでリコがやられて死に瀕したとする。お姫様が何らかの理由、例えばレグの心を取り戻すために自らをリコに与えたとする。願いの力は何を叶える？リコだけだ。リコだけが死に瀕した時にもう一度冒険をと叫ぶ。奴は作る気なんじゃないのか。自分たちを人以上のもの、黄金鏡に挑む存在に作り変える。然后立刻带着大家，天呐，真的就像移动城堡一样了，那就。7-7。いや、よかったよかった。何がよかったの？あの匂いはベラフの思いそのものさ。これでファプタには君のことも伝わった。君は言っても殺されないはずだよ。逆に僕はクソヤバだけど。それとごめん、ルイコ。今さら何？僕さ、自分自身をほとんど使っちゃってすっからかんない。为了保住这个村子。あまり快適に運べないけど。哇操！即使是这样，他还在坚持着自己。まるでじゃない。これが何だというのだ。なあ、ベラフ。イルミアイはな、お前のことも。待ってはダメだ。ファプタは火だ。食われ、冒涜された者たちがついた火だ。お前らを焼き尽くすまで止まれるはずがなかろう。
咒。お前危ないからあっち行ってるぞつ。なんだ鳥、あんな村人もいるのか。外界的野兽都可以随意进出了。天呐，他也是火呢。なんでも集まりすぎだ。守りさえ抜けば手のいい餌場ってわけか。手に負えねえ。こんなん手に負えねえ。終わりだ。終わっちまうよ。どうしよう。ああ、そうさな。この子だけでも逃がさにゃ。何がせそいつらはパッタの獲物だ。天呐，法帕面对这些生物，他也是这么的有压迫感啊！别对他，燃烧自己。母の望みなのに、パプタが笑わせるのに。啊！但是它是不灭的。哇！啊，都已经掉了。もうパプタには残されていないのに。何のための不滅なのだ。こんな思いをするためなのか。いいよ、哦，すまない。助か只是这样随便一踩。啊！啊！
君がかけがえのないものを手に取り白と呼んだ。その理由を共に見れることが無念でならない。ファット、君と過ごす日々こそが我の啊！绝对力量面前，動かん。どこも動かん。天哪，发不他。何もなせぬまま、なせぬままの不滅に価値などない。なんだ。上海村的大家，哦，自愿给了他们的价值。これはなんだ。ファプタ、タルテ、価値の化身。あなただけでも生き延びて。末の妹。使えるもの全部不滅の祈り欲するだけの果てどもが、これは何だ、何なのだ。願い、少しでもあなたの価値。ファプタの役目はお前たちを滅ぼすことだと知っていた。生まれた時から知っていたことだ。知らぬことが増えてゆく。ファプタが白と呼んだものさえも。何が隠れているというのだ。そこに価値があるというのか。这双眼睛，再次重生了法帕。哇！宿命の終わりに、君自身の価値を君自身で決める時が来る。もっと進め。哇，就跟雷格的那个头盔一样啊！看到就是伊鲁缪伊留下给法帕这一段非常非常珍贵的回忆，真的是绷不住一点儿。回忆里的维克、伊鲁缪伊还有贝拉夫，真的就是像一个非常美满的像小家庭一般吧。这应该也是第一次法帕见到自己母亲的样子，他一直都被排斥在村子之外，无法跟自己的母亲相遇相见。其实也相当于是伊鲁缪伊以这样子的方式，把自己曾经的这些幸福，他自己的这些哈库这样留下给了法普塔。
就像卡布伦说，他跟法普塔相处的这段时光、这段日子就是他的哈库一般。对于伊鲁缪伊，我觉得也是一样的。还有什么比这样子的记忆回忆更加的宝贵珍贵呢？这一段不仅是伊鲁缪伊最珍贵的东西，对于贝拉夫来说也是他的幸福所在吧。他的双眼也一直注视着这一对非常恩爱的母女，他一直用自己清澈的双眼记录着这一切。觉得在法布塔已经意志坚决的要毁掉村子的时候，得到这一份宝贵的礼物，也是一种残忍呢。本身他就是带着这种仇恨的焰火诞生的，好像他的一生就是注定要去复仇，但是此时此刻他却了解到了母亲他有爱的那一面，充满爱的回忆，温馨的日常，就是这样子爱与恨的这种交织，更让人无法决定下自己的心意。这样子的不断拉扯和纠结也是非常的痛苦的，但是就是伴随这些纠结挣扎，随之而来的也就像雷格他用这一炮打开的这一堵墙一般，我觉得也是将法普塔的这个心墙打开了，就是类似于把他从这种从诞生以来就背负的复仇的命运给解脱了出来，让他去以自己的意志去自由的选择接下来他的价值的实现，他前方的道路和今后的冒险嘛。而且我也真的特别喜欢就是这插曲不断的是那个男生的那个非常空灵的嗓音，像是吟唱一般，就有一种很圣洁的感觉。贝拉福的这个离去，包括还有卡布伦，我真的觉得都很心碎，真的是不得不佩服法帕的声优，也真的是全身心的这种嘶吼吧，他真的就是每一声嘶吼都戳中了我，狠狠的戳中了我吧。其实法普塔也是现在真正的继承了类似于他母亲伊尔缪伊的那种纠结吧，就是我觉得伊尔缪伊对于这些人们生孩也是有着很复杂的情感的吧，就他一方面也是喜欢着这个甘家，尤其是带给了他家的感觉的这些人，但是一方面他也就是要摧毁仇恨记恨着这些人，但是现在的两面性都已经就是全部传达了给了法普塔，他自己来做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就是一旦这个保护膜消失掉了，这个生孩村被破坏后，这样涌进来的这些所有的原生生物，我觉得他们才是深渊中最恐怖的存在吧。这个村子真的已经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避风港了，而这一切其实都归根于伊鲁缪伊还有法普塔。最后就是那些生孩们也不断的把自己割舍下来为法普塔，类似于是帮助他恢复能量，也真的像是一种献祭类的行为吧，感觉毕竟他们所有生孩的存在在这个村子里面能够维持到现在，也都是多亏了他的母亲啊，他是真的一个神明一般的存在呢。法普塔这些原生生物也真的是完全代表着象征着深渊的这个残暴性吧，完全就是很混沌混乱的在吞噬着一切，互相的残杀，非常残暴的掠夺，就是感觉仿佛一切都是可以被消耗被吞噬被吃掉的一样。不断上演的这种弱肉强食的吞噬，也感觉像是深渊不断的或者说是循环往复这种吃人的这种现状呢。这些生孩们如果还想生存，真的只能是依靠着他们的公主法普塔能够与这些生物与之抗衡呢。说到最后，我真的是太喜欢来深渊的吻戏了，他的很多台词，他的这些对话都写得特别特别的好，很富有深意吧。我也很喜欢最后贝拉夫对法普塔说他有双美丽的眼睛，就又回到了这一季第1集的时候他跟维克说的话吧。法普塔他也是经历过这种屈辱抛弃，他既是这种复仇的手段，他也是个受害者，但是即使面对他这样子残酷的命运，他还是有着这样子不屈的精神，背负着自己的伤痛，坚持着自己意志，这就是他的美丽所在呢。在饱受着这种日积月累的仇恨和背叛下的他，满心是这种复仇火焰的他的眼睛真的当时就像波多尔多那种似的，但是到了最后再次重生的他，在见证过这些回忆后的他，眼睛又是闪烁着那种憧憬，真的是太美丽了。真的希望是这样一股他的精神意志是不灭的根源吧。卡布伦也真的是意难平了，我觉得还希望看到他更多的故事呢，就不仅仅只是作为就是跟法普塔的一种连接。哦对，还有贝拉夫就是提到的，就是当你的宿命走向终点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决定自己价值所在的时刻就会到来嘛。就这一刻真的是法普塔他已经摆脱了这种宿命的枷锁。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重新掌握决定自己命运的时机。这个时候的自我价值就不再是外界或者说他的宿命所决定了，而是完全依靠自己内心的信念体现吧。我也特别喜欢最后法帕他重生之后的这个仰天长啸吧，感觉这不仅是对敌人的一种反抗，对自己的这些失去和背叛的体现，但是也更多的是饱含着他感觉更加重新的接受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吧。此刻他真的是化为了一种新的火焰，不再是饱受着仅仅是一种愤怒的火，虽然这其中也还是包含着他的这种哀伤和失望，但是此刻他真的像是对自己的宿命进行了一种宣战吧。真的非常喜欢法帕他这个角色的最后的这个转变，然后集结在这一声怒吼中，包括他最后坚毅的这个眼神和他感觉像是多少预示着他更强大的力量的诞生吧。真的很期待他接下来的故事和他将要如何面对未来的旅程，如何去找到自己的价值的定义吧。这期视频要结束啦，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